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5年3月18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3月17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245.05，收盘价是238.01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45.40，最低价是在232.80。那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13个点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它的收盘价又重新回到了5日均线值的下方，并且呢，也在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下方。当日的成交量是 1.12 亿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1.1 倍量增。KD 值，我们会看到快线的方向向水平方向发生转折，双线是趋于合拢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的上行走势在减弱。MACD 双线是趋于合拢，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短的红柱。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的空头趋势在继续减弱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3月17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下影线的实体中红 K 线，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，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的横盘中。当日的这根 K 线它是一个低开盘，开盘之后股价便迅速下行，在盘中是一度跌破了前一日 K 线的最低和5日均线值，然后下方在232附近，也就是前面3月13日这根 K 线的最低附近遇到了支撑，然后呢，股价在午盘之后呢开始反弹，最后呢收盘价是收在了当日 K 线的中下部。那么很遗憾，收盘价呢没有回到5日均线值或者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上方。但虽然是这样，也留下了长长的下影线。那我们也会关注到新生成的这根 K 线是成交量是量增，价跌量增，然后呢收盘价跌破重要的标志位，说明股价将会有进一步下行的走势。但是如果股价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如果出现下行，目前232，也就是连续我们会看到这两根 K 线的最低将会成为一个支撑，也就是说在日后股价只要不跌破这个位置，仍然会有反弹的机会。但是这个位置232如果被跌破呢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是很容易去测试下方的217的。那么在前几期视频我们也都曾经提到过，股价反弹如果不能够站上3月10日这根 K 线的最高，也就是254，那么股价将会出现下行，或者说是在这根实体长红 K 线实体部分在这个区域内呢进行横盘。那么现在我们会看到目前股价已经是连续3个交易日在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横盘的走势。同时呢，我们也会看到目前5日均线值虽然股价在这个地方横盘，5日均线值在3月17日开始，那么已经是转折向上，所以呢，我们认为股价只要不跌破232，那么股价将会有反弹的走势。反弹的走势如果能够突破254，那么我们认为呢，股价将会有进一步的反弹。那进一步的反弹，那么股价将会测试20日均线值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对这根 K 线信息的解读。那么我们从 K 线信息来判断接下来一个交易日的走势目前是比较困难的，因为给出的都是不确定的信号。比如说在新生成的这根 K 线，它在232遇到了支撑，并且含有长长的下影线，然后呢成交量较前一个交易日又是量增。那么从 K 线信息解读这是一根
止跌的信号 K 线，那么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反弹，尤其是我们会看到5日均线值是转折向上的，但是呢，当日新生成的这根带有大的成交量的 K 线，它的收盘价又跌破了前低和5日均线值，那这又预示着股价会出现下行，所以我们单从 K 线信息解读啊，很难判断接下来一个交易日的走势。那接下来一个交易日，我们认为仍然会大概率应该还会有一个横盘的走势。好，那么这是我们对K 线信息的解读。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。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3月17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继续反弹，也就出现一个大幅的反弹，收盘价会在268附近。另外一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回档或者是下跌。我们分别给了2个收盘价的点位，一个是237，另外一个是在229附近，而实际在3月17日收盘价是在238.01，那么股价是出现了回档。那这与我们预测的回档啊，不仅在点位上相接近，同时呢走势也是基本相同的。好，那么目前股价出现了回档，收盘价又重新跌破了5日均线值，所以我们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下行。对于3月18日和之后的交易日，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不变，仍然是212。212跌破这个位置，就是要收复特斯拉股价这一波的涨幅。那么目前股价是处在一个下跌过程当中的一个横盘的走势中，所以我们认为股价一旦有继续下行的表现，尤其是跌破232之后，那么股价很有可能会去测试212，而212这个位置如果被跌破呢，我们可以继续看，那么将会瓦解自2024年4月22日以来的多头趋势。好，那么在到达212之前，目前232和217，也就是这根 K 线的最低，3月11日这根 K 线最低217，那么这2个位置呢将会成为支撑位，同时这2个位置也应该是强支撑。所谓强支撑啊，就是它是重要的标志位，不代表它不能被跌破。那么重要的标志位呢，通常都是多头或者说是空头要守的位置。那么我们认为这2个位置一定是空头要攻破的位置，同时它也是多头要守的位置。好，212如果被跌破呢，那么股价呢将会对于长期来说将会进入到空头趋势。那么接下来第2个目标就是182，然后第3个目标是138。那212被跌破之后，我们认为股价继续下行真正的目标就是138，也就是要彻底这个收复这一波多头的涨势。好，那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下行，我们再来看上行。上行的第一个目标也是不变，仍然是304。那么在到达304，目前有几个关键的标志位，一个是从245，也就是3月17日这根 K 线最高到254，在这个区域啊，有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10日均线值，还有一个强压力254，所以这个区域是股价在反弹的过程当中要突破的一个强压力。然后还有这条趋势线是在274，还有上方的20日均线值在278，然后还有一个位置是285，也就是3月4日这根 K 线的最高。那么我们说从274到
285呢，在这个区域呢，也是一个强压力在这一段。好，那么这两个位置如果被突破呢，那么也就证明，股价也就是重新站上了20日均线值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才有可能会到达304。好，304如果被站上，那么将会瓦解特斯拉股价历史最高以来建立的这个空头趋势，那么继续向上的目标，第二个目标就是367，第三个目标是420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日后股价的下行和上行。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3月18日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。之前我们给的观察位是前面这根小绿 K 线实体的下沿是在247附近，对，也就是在245应该是。好，那么股价在盘中呢一直是在它的下方运行，因此是收在了低位。那么到了3月18日我们要给出的观察位呢是3月17日这根 K 线的最高是245。好，我们为什么要关注这个位置？因为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啊，出现了这样带有增量的含有下影线的实体中红 K 线啊，通常预示着股价会有反弹的走势，但是当日这根 K 线收盘价又重新回到5日均线值下方，并且又在前低下方，所以呢这根 K 线的最高也就是245这个位置将会成为一个重要的标志位。那么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，股价如果能够在245上方运行，我们认为将会有反弹的走势。但是如果股价在反弹的过程当中遇到245这个位置不能突破，而出现反转向下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将会出现进一步的下行。那进一步的下行呢，我们认为就是要跌破232，所以在盘中我们要特别关注245这个位置。好，这是观察位，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对于目前股价所处的位置呢，我们会看到它是处在一个长期的空头趋势，然后呢，股价是在下跌到了低点出现了反弹，在这个地方是出现了一个横盘震荡的走势，所以在接下来的交易日啊，股价将会出现这个方向性的选择。那么方向性的选择呢，我们已经多次提到了254是一个强压力，也是重要的标志。那么目前在3月17日收盘价是在238.01这个位置，那股价是重新回到5日均线值下方，并且跌破前低。那么在这个地方，多头是不可以进场抢反弹或者是做多的。那么我们对于多头来讲啊，目前只有等待股价能够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，或者说是突破254之后，那么我们才能够依据 K 线现行的信息来来看多头是否可以进场。比如说在3月14日这根 K 线，这是一根含有长下影线的小绿 K 线，收盘价站上了前高，但是呢当日的成交量我们会看到是量缩，所以说呢没有成交量的跟进，虽然生成的是上涨的 K 线，收盘价重新回到5日均线值上方，又站上前高，但是呢在这个位置是不可以进场的。对，好，所以我们举这个例子就是说明股价当出现反弹走势之后，必须要有一个增量，然后呢收盘价能够站上一个关键的标志位，那么我们认为多头在技术上才可以进场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空头。
空头目前要守的位置是从245到254，这个区域一定是空头要守的位置，当然也是多头要突破的位置。那么空头的目标现在就是217，因为跌破这个位置，股价是很容易到达212的，然后跌破212将会瓦解特斯拉股价这个长期的多头趋势，是自2024年4月22日以来的这个长期多头趋势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3月18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是从240到244之间。然后第二个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，是从246到248之间。然后第三个压力位是254。那我们会看到在这个小小的区域啊，我们把它分割成了3个压力位。然后在254上方第4个压力位，就是当日 K 线和这条趋势线的交点是在274附近。然后接下来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在278附近。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，首先到来的支撑就是232前低，然后是217到212，这是第二个支撑。第三个支撑呢，我们取200整数关口，在这个位置。第四个支撑是182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3月18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那么3月18日股价走势预测呢，我们仍然是给出2个并列的预测，它取决于开盘的走势。我们先来说反弹，如果出现反弹，它将是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35，上方最高会到达248，然后收盘价会收在245附近。那如果出现这样反弹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35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反弹。那这样的反弹啊，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作叫横盘向上。我们认为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啊，股价将会继续如果不出现下行，将会继续以横盘的方式等待20均线值继续下移。对，好，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股价会继续下行。如果是继续下行，它将是低开盘或者是很小幅的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245，下方最低会到达220，在这个位置，然后收盘价会收在226附近。那么如果出现这样的大幅的下行呢，那么我们认为当日股价在盘中是不可以高于245的，也就是不超过前高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下行。好，那以上呢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5年3月18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，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